0.999无限循环等不等于1？有人说0.9无限循环就等于1，而且直接就给出了证明的方法，说你看1/3是不是0.3的无限循环？是。那0.3的无限循环乘上3，是不是就等于0.9的无限循环？那1/3乘3是不是等于1？所以0.9的无限循环就等于1。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这个理论在实数体系里，0.9无限循环确实它就等于1，因为实数是连续的，1和0.9无限循环之间再没有别的实数了，找不到了。那它又是连续的，那0.9无限循环可不就等于1了？为什么有人会认为0.9无限循环小于1呢？因为从日常经验上来感觉，它确实是比1小那么一点点。小了多少呢？小了一个无穷小。那无穷小到底存不存在？你要说存在的话，那你把它找出来，你找不出来，因为你但凡把这个数写下来了，你就一定能找到一个比它还小的数，对不对？对，无穷小压根儿它就不是实数。我们感觉0.9无限循环小于1是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的，但是在数学中，有时候经验并不是真实的，推理和证明更加可靠。因为数学的很多根基在自然界中根本不存在。比方说我们说零维是一个点，一个什么点呢？没有空间，没有物质，一切皆无的点。那既然一切皆无，这个点又从哪来？这个东西我们只能靠想象才知道。对，1维是一条线，一条没有宽度的线。这条线它在现实里存在吗？也不存在。你拿0.5毫米画出来的线，那它的宽度就是0.5毫米。2维是一个面，一个没有厚度的面，现实里依然没有。再举个例子比方说圆形，从圆心到边的距离永远相等的叫做圆。那我们现实中有这样一个东西，就算你拿圆规画出来一个，当你把它放大到一定程度之后，你还是会发现这个圆它是不完美的。有人可能觉得我太较真了，其实不是我较真，是数学本身就很较真。而它真正较真的很多东西呢，又是我们现实中根本没有的东西，给人感觉数学好像有些时候有点偏唯心主义。数学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似乎具有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力量。而这种全知全能的特征呢，我们通常只在描述神明的时候会用到，甚至你可以说它是宇宙的通用语言。也许未来真的找到了外星人，可能我们与外星智慧生命唯一的共同概念，估计就是数学概念了。毕达哥拉斯认为呢，万物的始基不是可以感知的具体物，而是抽象的数，数才是万物的始基。数支配着世界，数包含着万物的实质。所以神奇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能通过意识想象出来一个我们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东西？难道我们的意识和我们的身体并不属于一个世界吗？我们以前讲过一些，就是意识做出了一些不符合我们现实世界逻辑的事情，还讨论过哲学僵尸问题。今天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聊，就是升级版的薛定谔的猫。原版的大部分朋友应该听过，但是为了照顾少部分朋友呢，我们就简洁的说一下。就是在一个箱子里装了一个靠雷衰变来控制的毒气瓶，如果雷发生了衰变，就会触发机关打碎装有毒气的瓶子，猫就会死。如果雷不发生衰变，那猫就存活。这个过程中雷的衰变与否是一个概率问题。那根据量子力学理论，由于放射性的雷处于衰变和没有衰变的两种叠加状态，那么猫就应该处于死猫和活猫的叠加状态。你想要知道猫到底死没死，你就得打开来观测。当你观测的那一瞬间，物质以粒子形式表现后，才能确定猫构成的波函数有叠加态，立即从两个可能性探索到一个最终答案上。那猫既死又活的状态是不符合逻辑的，但是这个实验它就是想要求证观察者介入时量子的存在形式。那么这个观察者是谁呢？它可以是人，那能不能是小猫小狗？能不能是个机器人？微观和宏观的边界又在哪里？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观察者必须是一个意识，这就衍生出了薛定谔的猫的升级版。就是说，既然观察者的介入会影响结果，那么如果我现在找一个助手，这个助手戴上防毒面具，和那只猫一起被关在这个箱子，我通过打电话的方式询问我的助手，这只猫是死还是活。那么我的助手在我没有给他打电话之前，是不是能看到这只猫既死又活的一个状态呢？而且以量子力学的规则来看，我的这个助手在我打电话给他之前，从我的角度来说，他是不是也是处于一种包含了各种实验可能性的叠加态？对啊，这听起来跟神经病一样。但是如果帮我观测的不是我的助手，而是一台机器的话，如果我说这台机器当时处于一个叠加态，那是不是就更容易接受了？所以冯诺依曼的观点就是意识导致了波函数的探索。我的助手是观察他的第一个意识，所以这个意识已经影响了实验结果。所以我的助手观测到的时候，这个波函数已经探索了。也就是说，在冯诺依曼心里意识就是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边界。那照这个说法来看的话，宇宙的诞生其实决定于第一意识。第一意识看了一眼之后，那整个宇宙才确定了下来。也就是说，在第一意识看之前，宇宙是有很多种可能存在的状态的。如果意识和我们处于同一个世界的话，那这个第一意识应该也有叠加态。
那我们现在假设两个叠加态宇宙 A 和 B， 再假设两个与之相对应的叠加态意识1和2。那么请问 A 和 B 哪一个才是客观存在的世界？1和2哪一个才是客观存在的意识？如果没有叠加态的话，那它不就是脱离物质世界的存在吗？饥荒对于我国如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都只是一个遥远的概念。饿殍遍野，易子而食，还有挖草根、撅树皮等等这些事情更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一种感受。而太平盛世没有了饥荒的存在，但是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我变得这么胖？但凡是 BMI 超标的人群为了健康都应该减肥。我把亲身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高中毕业之后一是为了健康着想，二是想在大学尽快脱单，于是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疯狂减肥行动，并且成功的瘦了30斤。1个月瘦了30斤？对。那你以前得啥样？你看啊，这就是瘦子和胖子对这个事情的关注点的区别。胖的人就会更好奇我是咋减下来的。哦，你是咋减下来的？那会儿正值暑假，首先从饮食上控制的很严重，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吃水煮蛋、脱脂牛奶和炒青菜，中午吃半碗米饭、半碗肉，然后炒青菜，当然所有的炒菜都是低油盐。晚上6点后什么东西都不吃。哇！几乎每天中午都去跑5公里，然后回家歇上3个多小时，再出去打2个多小时篮球。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这个运动量也就是我能承受的极限了。这样1个月就瘦了30斤。但是经历了这一遭之后，我是真不建议大家和我用同样的方法去降体重，因为瘦了30斤之后，我身体有很多变化。第一就是抵抗力瞬间就变差了，那年秋冬2届我至少发烧了3次。第二就是因为我经常打篮球，所以能明显的感觉到对抗打不了了，别人一顶我就飞了。并且按道理来说，我瘦了这么多，应该可以跳得更高了啊！但是并没有，我甚至还没有自己减重之前跳得高。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非常容易反弹体重，可能你只有2-3天不注意，体重就直接往上涨个2-3公斤。而这期间我还在一直保持着几乎每天5公里的习惯。那个人会这样？这就是节食减肥带来的危害。虽然说我一直也在做着运动，但是1个月内降体重30斤，这个变化更大的功劳还是在于饮食的控制上，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节食减肥。很多人都说了节食减肥的各种危害，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危害，那么一个非常不人道的实验告诉大家，在2战时期有很多不人道的实验。当时美国宣布加入2战之后，号召所有的适龄男性参军，但是有些人呢受到自己的信仰的约束，不能上战场杀敌，拒绝服兵役。而这些人也在当时受到了来自美国社会各界的压力。血战钢锯岭的男主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对啊，明尼苏达州的生理学家安塞尔·凯斯博士在美国军方的资助下，打算进行一项为期6个月的饥荒实验。这也是人类首次用科学的方法研究长期节食对人体的影响。这个凯斯博士曾经为美国军方设计行军口粮，做这项实验也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士兵们在战争中的科学食物摄入量。2战中死亡人数保守估计达到了7000万人。哇，这么多！而其中因为饥饿而死亡的就有2000万。很多被纳粹控制的地区的人民甚至被限制每人每天只能摄入400大卡，而现代营养学家给出的成年人的每日最低摄入量为1800大卡，这都不到1/4。所以凯斯做这项实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到了战后对难民的救援工作，选择了其中36名20出头、精神和体能都极为健全的人。凯斯先是给他们3个月的适应期，这个期间他们每人每天必须吃下3200大卡的食物，食谱也非常丰盛，什么牛肉、羊肉、蔬菜，甚至还有冰淇淋。我们现在一天的摄入量大概是3000大卡啊，差不多。但是他们必须要模拟集中营的环境，就是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头，以此更能接近难民的生活模拟。3个月的适应期结束后，1945年2月12日，凯斯开启了6个月的节食计划，每人每天的摄入量不许超过1570大卡。差不多直接减少了一半，食谱也是尽量的还原难民，都是些包菜、土豆、豆子汤之类的，并且凯斯还会强制他们每周都要走35千米，也就是每天5公里。我简直跟你一模一样。至少我还有肉吃。凯斯博士还要他们模拟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并且每天都要写日记记录感受。就这样一直过了6个月，最终这36个人的平均体重从69千克降到了45千克。BMI 正常值是18.4到25.4之间，值越大越肥胖。他们的 BMI 值从标准的21.9降到了可怕的16.4，甚至心脏都缩水了10%。哇！身体的各项机能也都大幅退化，并且这些阳光大男孩们大部分都患上了抑郁。实验期间还有很多可怕的事情发生，考虑到有很多小朋友看我们的视频，这里就不重点描述了。而实验结束后，凯斯开始帮助他们恢复体重，每天让他们摄入4000大卡的食物，但还没等 BMI 恢复到正常值，他们体内的脂肪含量却已经是实验开始前的1.4倍多。
而最终他们恢复了正常生活，失去管控后，大部分人吃的都要比以前多很多，甚至还有人患上了暴食症，因为吃的太多去洗胃的也大有人在。10周后体重骤增10公斤。所以大家还是不要通过节食减肥了吧，这太危险了。这个实验说明了节食减肥的危害，同样也说明了饥荒中难民的不易。老人啊，尤其是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老人，对这样的生活应该都还记忆犹新。也是因为做这期视频的原因，我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你是说姥姥吧？对啊，我姥姥1931年生人，每次我跟她聊起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姥姥心中都有一种抑制不住的自豪和幸福。这是一种我们没法切身体会的感受，因为她这辈人真的见证了我们国家是如何从羸弱不堪到今天的国富民强。不像我们生活在太平盛世，不知道这盛世的来之不易到底有多不易。